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新北市来的 W123的230C，大哥已经完修了。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分油盘，我们看起来很干净、很漂亮。这个分油盘，经过大概整修过之后呢，它原来的出油量都在90ml左右。那跟标准的170差了将近有70-80ml，也就是说，它当时是少了将近有1/2的出油量。那从火星塞我们看到，它火星塞4颗火星塞都是偏白，那就代表它供油不足，稀薄燃烧，马力也不足，而且呢很容易产生高温。但是呢，我们从它的缸压测试。并没有发现说它有缸压不足的现象，因为它的供油不足，所以说它并没有积碳的现象，平均都落在11到12之间。缸压算是非常漂亮，那代表说这颗引擎它本身并没有受伤。虽然是长期的供油不足，但是呢还好，我们发现它没有引擎过高的现象。但是这部车子，大哥发现说，我现在是在开冷气状态，它的副风扇并没有在转动，而且水温并没有升高，代表这部车子的水路应该是不错，而且大哥在试车的结果，它的水温也没有升高，当然，我们可以判断它水路是不错的，所以它冷却效果是不错。那再来呢，因为它这部车子大哥在发动的时候，我发现说它在冷车，我们应该要加浓，冷车要加浓，冷车要提速。那加浓，因为是由加热阀由加热阀来提供这个加浓的功能。那我们看到它现在热车也大概在4.4公斤多一点点左右，它冷车是从大概在1.5公斤直接上来。那这个冷车加浓功能当然是经过大哥调教以后是正常的，但是冷车提速是由这个地方因为它靠的是热膨胀金属。热膨胀金属，因为这部车子已经超过35年了，那热膨胀金属一般来讲都卡住了，所以它没有冷车提速的功能。那冷车提速的功能是由这个下面的热膨胀金属在控制。还好它没有提速，但是大哥因为它冷车加浓功能正常，冷车发动一点困难都没有因为它用冷车加浓，它怠速是没有提速，还是很稳定，几乎就是现在开冷气的状态，在100 RPM 1000 RPM 左右，冷车一发动就是1000 RPM， 而且很稳定所以说在台湾这个天气没有提速，其实还是 OK 的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位置是在第4缸的下头，并不好处理，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不处理了，因为冷车发动没有困难，而且冷车一发动我们就可以走了，马上就可以离开。如果赶时间的话，因为冷车加浓功能是经过大哥调教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提示一下，它的分电盘状况很好，分电盘跟火星塞几乎是新的那个大哥只是拆下来检查，并不需要做整理。再来，一般来讲 W123 因为它是用细皮带三角皮带，所以说我大哥碰到很多车子三角皮带，你调得再紧，皮带坏心它还是会滑动，还是会滑，会叽叽叫，但是并没有这个现象，这是好现象。那冷气的部分很棒，这个压缩机很棒，我们看到它的都已经结霜了就已经结露水了，冷气很棒。那火星塞它是用错的，那标准型号的火星塞应该是 H7BC 在这个地方，那是没有电阻的，因为我们这个车子都是有高压线，高压线本身就有大概1K 左右的电阻，那火星塞的电阻大概在4.6K 到5K 之间。如果火星塞要加电阻，那火花就会不足当然火花会有蓝色转成橘红色，
这个是不好的啊。那火星塞大哥已经换掉了，那还有一点。目前我们看到它转速大概在1000转左右那经过油压、它的系统压力跟它的冷热车它的加热阀的控制完全正常。那但是我们看到这颗点火放大器大哥已经换掉了，它原来随车的是这颗点火放大器。那这个点火放大器为什么大哥会给它换掉？因为大哥经由火花的大小检测，发现它火花太小了，而且从它的点火线圈的初期应该 AC 伏怠速的时候应该要在5伏左右，那如果加速应该提升到8到10伏的 AC， 结果它的火星塞火花太小那它如果用这颗旧的点火放大器，它的 AC 的初期高压线圈的初级电压只有2伏特，火花根本不够，所以说这个是不好的。那这个现象可能大哥要提示，像这个它功能是正常，完全可以运作，但是火花是不足的，火花就有1/2。那这个现象大家要注意。如果 W23的话，大哥建议这个应该把它换掉应该要把它换掉。那再来引擎角，我们看到大哥换了新的引擎角，2颗引擎角都换掉。我们来看到它旧的引擎角，就是完全都裂开了它引擎角是跟 W126 是一样的大哥换了，这个是很难得换到这个菲比的德国厂，有德国的菲比的料这个而且我们看到它这个引擎角它经过旧的跟新的高低差相当的多，代表这引擎角是严重磨损，而且已经裂开了。那么看着这颗引擎怠速非常稳定，几乎动都不动我们来看一下几乎连动都不动的，这怠速相当稳定，因为它钢压很棒。那我们再试一次，OK， 好，这怠速相当棒，好稳定。OK，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它的后面的汽油帮浦，汽油帮浦的话，倒是 OK，汽油帮浦还很新。那汽油滤芯大概换掉了蓄压器漏油，因为蓄压器这东西现在要新品很难找，又很贵，一颗可能要7、8千块钱。那大哥还好，手上都还有备有一些外汇的经过检测的二手品情况都不错大哥把它换上去了。那我们来看到它的回流量它的回流量是很棒的，这油箱很棒这油箱完全都没有堵塞，出油量很大，油箱出油量很大。我们看它回流量右下角小数点2.4，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代表1分钟回流量是2.4公升这已经算是高标的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代表我们油箱留下来的油跟汽油帮浦打到引擎这边给分油盘提供的油量跟压力是足够的那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年纪35年以上的车子油箱状况一般来讲都铁锈相当严重，这部车没这个问题油箱状况很棒。那个排气管掉了它掉了一颗大哥暂时用束带把它固定。那这部车子的前后下合上头大哥在换引擎角的时候，我发现它的下合上头都破掉，橡皮破掉。如果有机会前轮左右的合上头、下合上头是应该要换掉。那个大哥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变速箱状况还好并不是很棒。变速箱动作正常，但是跳档的给大哥的感觉并不是很直接。那而且他在入档的时候呢，引擎角已经换新了，但是感觉上的震动很大，那可能就是避震
变速箱角没有换啊，所以大哥建议，如果要克服这个问题，变速箱角应该找机会把它换掉，应该会改善。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2颗引擎角都换掉了，而且换这么好的引擎角，那变速箱角应该要换掉啊。排气管破了啊，排气管尾筒啊上面破掉了。那尾筒破掉的话，这个不知道，它洞还是蛮大的，不晓得能不能修补。开车的时候倒是没有听到什么声音。那变速箱运转还算顺畅，就是感觉上不是很佳啊。那避震器有减震筒，4颗减震筒，大哥觉得它后面已经有点软脚了哈。当然还不是很严重啊。当然4支避震器如果能换贝斯灯最好，就把它换掉，因为贝斯灯是最 Q 的。因为我们这部车是C1啊230 C1，那车主这个不管是 BBS 原厂的圈啊，是看起来是质感是很好的。那我们来做一个加速啊，这引擎运转是非常顺畅。好，我们到车内来，因为这部车是 C1 的啊，C1 的，外表还不错啊，内装也 OK。那电动窗这个驾驶座电动窗是是有点故障 ，KK。而且这开关的上下刚好相反。好，我们到车这里来了，我们看到它的转速大概在1000左右哦。那因为它这部车子它本身并没有冷车，并没有怠速马达啊，执行自动怠速功能。所以说它在目前是有开冷气状态哦，大哥是在开冷气状态。开冷气状态它在1000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哥如果把冷气关掉的时候是多少？哦，转速达到1200左右哦。那 OK 开冷气 ，OK， 因为它没有自动提速的功能啊，也就是说它没有怠速马达。开冷气没有自动提速功能，哦，大哥开冷气了哈，踩刹车入 R 档，转速掉到600，还是相当稳定的。不过大哥还是感觉到，我的屁股啊有点抖动啊，应该这个是变速箱角没有换，可能会换了以后应该会改善，因为引擎角我们已经换新了。OK， 好 ，N 档，D 档。还是在600转左右，是稳定，但是屁股感觉上有震动。OK， 好，大哥来做个提速。引擎现在是非常顺畅啊，水温大概是在还不到90啊，还不到90。那水温。水箱镜很重要，因为水箱镜有润滑的功能，我们千万不要忽视。OK， 好，里程角30万啊，你说还好，引擎保持得很健康，缸压完全都没有损失。OK， 我们大概关掉电门，好，做个热车启动。OK， 好的，一点就着，900转，状况是非常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装。因为C1的车子比较稀少，一样是我们的香蕉的人造皮蓝色内装，以致这个香蕉鱼的这个材质都是很棒的，123、124都是很棒的。OK， 好，怠速是很稳定的，来看看，但是还在990它的代表它的那个引擎的那个转速表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来看，对，大哥忘了，他这部车来的时候，他这个前盖板高压线的前盖板跟高压线盖板完全都不在了。那大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原厂的前盖板因为这个很贵，而且现在买得到
就买了这个一个也要1000多块，要买到原厂还更困难。那高压线盖板大概也换掉了，这样看起来整整齐齐，跟原先的凌乱差是相当的多那么我们希望，这是好朋友的车子，希望说他能够引擎打开是非常体面的大哥还是不厌其烦在提示各位，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怕不开，有路水路都会堵塞老车是越开越健康。123的材料耗材、刹车底盘，所有的耗材都不会贵，几乎是国产价，而且东西又充足，因为出口数多那所以这个123这部车子如果要以目前的状况要环保绝对不是问题。但是它因为这部车子刚接手，它后续的部分应该慢慢的去处理机油滤芯跟汽油滤芯一定要同时更换老车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公共系统是干净的不要二次污染。所以我们希望这部车子经过35年以后，我们要再开个20年，引擎不是问题机油、水温还有那个水箱精要记得要更换加95汽油有空跑高速公路如果说有积碳的老车，大哥不建议做清气弹的动作一般来讲，这个年纪的车都会在缸压在12以上。那这部车的引擎很棒，都在10到11之间引擎好稳定。我们大家看一下，很过瘾的，很过瘾的，动都不动。OK， 好，那今天大哥啰里吧嗦讲了一大堆了我们这部老车呢，它可以重新过它美好的下半生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